2022年2月，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兄弟展开了特别军事行动。不过这场军事行动中，俄罗斯的损失似乎有点大，光是在空中的装备上，就有数架各类型的飞机被击伤击落。3月初，俄罗斯又一架特别战斗轰炸机被击落，这架飞机上的飞行员被俘，领航员则不幸离世。从飞机被击落的视频中，我们能看到这架战斗轰炸机的飞行高度并不是很高，所以才在受到伏击时被打得落花流水。作为一架高性能的重型战机，这样的操作显然是一个不该犯的错误。这一架被乌克兰击落的战斗轰炸机就是苏34。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架有着空中坦克之称的战斗轰炸机究竟实力如何。上世纪80年代，精确制导武器在经历过几次局部战争的磨砺之后，渐渐成熟了起来。它让空中作战的形势变了一个天，这就使得那些速度更快、能力也更强的战斗轰炸机越来越受重视。当时苏2-4战斗轰炸机还是俄罗斯空军的主力，不过面对改变后的战斗环境，这种机型也开始暴露出了种种问题，使得俄罗斯不得不着手新机型的设计。1986年，苏霍伊设计局着手了这项工作，他们计划在90年代中期让这款新型战斗轰炸机取代掉苏2-4，来执行对敌攻击的任务。不过最终苏霍伊设计局的这个想法被一项决策改变了，他们设计全新战斗轰炸机的想法被搁置，开始把研发思路转向了对现有机型的优化升级上。在升级现有机型的过程中，他们选择了当时相对先进的苏2-7作为研制新型战机的模板。都说接力跑步会让速度更快，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正因为如此，苏34还没有起步就拥有了一个好背景，这也是最开始的时候它被叫做苏271B 的原因。这种新型战斗轰炸机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就被研发了出来。1990年，在蓝天上完成了自己的首飞。只可惜，当时的苏联面对着解体的风波，最终因为局势动荡、资金捉襟见肘而延误了苏34的后期发展过程。所以到21世纪初期，苏34也只有数架试飞的样机被制造了出来。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07年，俄罗斯空军序列才正式引进了苏34，使得它有了一个发挥自身实力的舞台。是金子总会发光。苏34因为有着苏2-7的优秀基因，它的机动性能非常好，不仅具备了双发动机、后掠翼和双垂尾，在机头的位置还加装了压翼，使得它在战机的气动平衡性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以至于它可以做出苏2-7的拿手绝活眼镜蛇机动，果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苏34作为一款战斗轰炸机，跟前辈苏2-7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对地拳头重以及负重力气大这两个核心竞争力。这样的定位也决定了苏34打击的目标基本上都是敌方纵深内部的各大军事要地。苏34机长 23.34 米，机高 6.09 米，翼展 14.7 米，空重24000千克，最大速度 1.8 马赫，作战半径1100千米，正常载弹量达到了8吨，可以说是一座移动的空中装备库。在这架轰炸机上，除了装有一门3厘米口径的机炮之外，还有12个可以悬挂武器的地方。这样的设计让它可以携带的武器装备多种多样，不仅能够用精确控制导弹、子母弹去执行打击任务，还能携带中程、近程空导弹，在空中完成自卫任务。在必要的时候，它还可以搭载空射巡航导弹，就算是核弹也一样能够带在身上，简直就是对地攻击的一个职业拳手。为了能把这个拳头给抡起来，苏34的2台发动机都是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它们强大的推力能够保证苏34在海平面的时候以12马赫的速度飞行。在续航力这一方面上，苏34也一样非常优秀，但是靠着它自己油箱里的燃料，就能够让它的最大航程达到4000公里。加上外挂油箱或者空中加油的话，在几个小时之内横穿俄罗斯领土完全没有问题。苏霍伊设计局为了让苏34的对地打击能力有明显的提高，在细枝末节上也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它那鸭嘴形状的机鼻不仅增加了苏34的辨识度，还让它拥有了很多独特的优势。在自然界，鸭嘴兽的嘴巴是宽扁状的，里面布满了敏感神经，而绰号鸭嘴兽的苏34，它的鸭嘴里面安放的是机载雷达。在这样又宽又扁的充足空间里，它能够放下口径更大的多功能雷达，所以探测效果也更好。
这样的优势让它利用雷达对地形的跟踪能力，确保它能够在特殊天气状况下完成对目标的打击。这种鸭嘴状的机鼻设计还让机舱的空间更大了，所以苏34飞行员的座椅能够像大型客机驾驶舱座椅一样并排排列，而不是像其他同类型战机那样前后排列。这种排列的座椅让飞行员之间的沟通方便很多，视野也更加的宽广。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走心的设计，就是因为座舱相对宽阔了，所以飞行员能够站起来活动腿脚，也就是说，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是可以站着驾驶的。而且设计师还把尿液收集装置安置在了飞行员的座椅下面，这样就不用担心长时间驾驶飞机内急的问题。当然，作为超低空突防轰炸战斗机，它自身的防护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苏34的机身结构非常的坚固，很多地方都采取了系统冗余设计，为它的生存力加分不少。高强度钛合金包围的座舱，舱壁的装甲可以抵挡各种机枪和导弹碎片的打击，保证了飞行员和仪器仪表的安全，让他们不会受到损伤。在飞机的尾梁里面还有一部后视雷达，这样就可以观察到飞机后面的状况，以便能够做出快速的反应。这些年来，俄罗斯对苏34也做了不少升级和改进，提高了它的战场生存和机动作战能力。因此，苏34在战场上有着不俗的表现。从2008年的俄格战争到2015年被用来打击 ISIS 恐怖组织，再到2019年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的空袭战，以及2022年初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场上，都出现了苏34的身影。不过，作为21世纪初的一款战斗机，苏34和同期研发的4代战机相比，它没有采用隐身设计，这也是无法弥补的先天缺憾，也是它未来将面对的一大挑战。毕竟在海湾战争之后，空中作战被用来打头阵的都是隐身战斗机，而且新型作战套路的变化也压缩了像苏34这种超低空突防战机的生存空间。那这种战斗轰炸机是不是过时了呢？它会面临被时代淘汰的危险吗？事实证明，没有隐身能力确实是苏34非常致命的一个缺陷。毕竟超低空空防战术的作战效能是会随着雷达技术和防空体系的发展逐渐降低。目前已经有一些国家装备了先进的相控阵雷达，可以说能够有效地过滤掉来自地面的反射杂波探测，所以低空作战又没有隐身能力的苏34会面临很多致命的威胁。俄罗斯也在很早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研究苏34的改进型号苏 34M。 然而它作为苏34重大的改进型号，却在俄罗斯举办的国际航空飞镖大赛上败给了和它差了一代的相对落后的飞豹战斗轰炸机。其实苏34这款战斗机本身的基础性能非常好，硬件可以说是非常给力，但是让人感到惋惜的是，俄罗斯的经济和雷达电子技术不能够给它足够的底气，所以这架战斗机还没能达到最完善的状态。目前服役的苏34还停留在俄罗斯战斗机21世纪初期的技术水平。如果它能够拥有一套足够强大的雷达和电子系统的话，那苏34一定能够跻身于世界强悍战斗轰炸机之列。不过，不管战争形态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这些存在于战场上的武器和战略战术的应用，都需要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境。在一个相对完整的作战体系中，苏34如果能够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空中炸弹卡车作用的话，那它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其实不仅苏34如此，其他活跃在战场上的武器装备也是一样的。本期关于这款苏34轰炸战斗机的介绍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既可以收看最新的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